怪不得呢，中国人现在都不买房了，都不敢买房了啊！看完以后呢，真的是要哭了，说的真的是太真实、太扎心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哥。情况呢，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，还没有意识到啊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在中国的房地产，在中国的一个楼市啊，正在上演两场特别诡异的一个大戏啊！那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，也可以先给我这个视频呢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您的一个支持呢，就是我更新最大的一个动力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给大家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看到这个视频呢，大家一定是值了，一定是赚了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给收藏起来，转发起来，以后想看的时候呢，还有机会再回过头来找到我这个视频。那第一场大戏呢，就是一度号称买到就是赚到的一个深圳楼市。大家都知道深圳前几年是什么行情啊？真的是寸土寸金，随便的一平的一个房子都是10万、20万，贵的地方30万。有的人呢，有可能奋斗10年、20年，奋斗一辈子，在深圳那边都有可能买不起一个厕所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很多人手里面的房子，特别是有几套房子，原来那种炒房客手里面有买了好多套房子，却成为了他们手里的一个烫手山芋啊！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，也不要觉得我在胡说八道。就在不久前，我们就看到有新闻、有媒体报道说，一位深圳那边的大哥嘛，在深圳的一个黄金地段，寸土寸金的一个地段买了一套商铺啊，想着是一铺养3代，然后躺在床上每天就可以收租子，然后收钱了。然后包括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可以不用奋斗了，可是，在短短就是5、6年的一个时间里面，直接亏损了60%还要多啊！我感觉呢，大哥的真的是牺牲了自己啊！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大哥是不是低调，像广东那些房东一样，然后腰间呢揣了几十串那种钥匙，天天收租，然后穿个大拖鞋，穿个裤衩子，是不是低调，然后不露富，然后才说自己亏了这么多钱？现实呢，真的是这样啊！然后。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黄金地段的一个商铺，然后原来抢着租争着买的，然后怎么可能会亏呢？真的是确有此事。现在呢，大哥的这个商铺啊，真的是租也租不出去，卖也卖不掉，真的是每天肠子都悔青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相比之下呢，那第二个现象呢，可能就更加诡异了。你以为只有深圳那边这种一线城市的炒房客在返贫吗？然后手里面的房子成为烫手山芋，包括商铺成为烫手山芋吗？大家呢，千万不要限制你的一个想象力啊，可以充分发挥一下你的一个想象力，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不是深圳一个城的一个困境和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，也不是一线城市所面临的一个问题，包括其他新一线城市，包括其他3、4线城市，你包括像咱们现在所在的湖北武汉，包括河南郑州那边，还有湖南的长沙那边，通通都不例外。像这种新一线城市啊，房价呢也已经从高峰期2017年、18年那种。2万一平降到今年的2、3月份的1.2、1.3。你像武汉这边东西湖，原来都卖1万3、1万4的房子，现在有可能7、8天呢都非常难出手啊。像我一个朋友，就是2020年在那边买的1万3的房子，现在真的是7000块钱都卖不出去啊。也就是说，一套房子买了几年的一个时间，就是一下子贬值将近60、70万，真的是直接把这些人给跌哭了。像这种刚需买房的也直接跌哭了，就更别说那些炒房客了。最初呢都是哭着喊着抢着买房的，包括掏各种茶水费，动不动几十万的茶水费。现在呢却是天天喊着要卖房割肉啊！关键是你卖房割肉，现在也没有人接手，也没有人敢接盘呀。那听到这里，是不是大家都非常疑惑了？这到底是啥情况？不是好几年前，然后楼市火爆的时候，专家都说嘛，一线城市的房价永远不会下跌，包括这种大城市的房价永远不会下跌。这种城市呢是永远都是人口流入的一个城市，只要有人口流入，那房子肯定是不愁卖的，肯定就会有人买，肯定就会有人接手的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一线城市的房子也卖不动了？一线城市的房子也成为了库存，一线房子的城市也成为了烫手山芋呢？不知道对此各位朋友你们是怎么看的？你们觉得以后中国的未来5年或者10年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会像17、18年那种高峰的时期，还会回归到那种的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吗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